给自己掉头。嘿，啊，真的跟 Z9 不一样哦。他摆烂了，他摆烂了，他要撞墙去了是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智能车研究所。今天继续测自驾。昨天呢，我刚刚测完腾势的 Z9 GT， 把片子发上网之后呢，有些朋友就在评论区说说腾势 N7 的城区自驾表现要比 Z9 GT 要好哈？那么奇怪吗？大家都是天神 GMB， 大家都是腾势，而且 N7 的价格还便宜一大截，它能更好吗？反正我们研究所没有什么多，就车多，所以今天呢，马上拿个腾势 N7 去试一下。那本来我以为两台车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稍微看一下，还发现真的有点不一样啊。比如说，激光雷达跟 Z9 GT 一样的，都是前方的两个在下方保险杠这个布局，但是它的前摄像头呢 ，N7 是只有两个的，一个是广角，一个是远摄。但 Z9 GT 的前风挡这里是3目的，就跟天神 GMC 一样，两个立体的广角加中间一个前摄。摄像头不一样，但是毫米波雷达的数量还有超声波雷达的数量，这些都是一样的了。不过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Z9 GT 的前方毫米波雷达是明显能看出来的，但 N7 这个是隐藏起来看不到的。还有就是车机了，对，芯片是一样，都是单片 RX， 但是车机的版本不一样，所以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两台车的表现会不一样呢？不说那么多，上车试一下就知道了。我们先启动自驾。好，让 N7 开始表演啊！对，刚才提到了 N7 这个版本号跟 Z9 是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看，在这个地方。你好，腾势。爸爸。打开版本号。版本管理页面已打开。昨天那个 Z9 是32的，30好像是，这个是23，但看这里是241105。那个 Z9 是241022，所以有可能这个车机它实际上的版本是新一点啊。我们先回来这里看看这个路口，它真的是不一样哦。Sorry， 要开一个，对，你看这个这类车是逆行的啊，我们不跟它。昨天 Z9 是把这个路口认出来了。昨天那个走得好丝滑的。对，因为这个路口是很迷惑的，这条路是新开的。之前都是直走的，但现在这边开了，我们应该就走这边，好像真的跟 Z9 不一样哦。这样看来，好，我们继续启动自驾。好，城市领航激活了，看一下这个右拐啊，这是我们的1号路口这个右拐的表现就很好了。这个好像又比 Z9 更好哦。Z9 昨天还借了半条车道，但 N7 是直接就走在他应该走的车道上面了。这个也是天神 GMB 吗？对，这个也是就反正现在比亚迪是把它统一了嘛，所以这个也叫做天神 GMB 嘛。之前是叫做 D-Pilot 的这个是叫300的，因为它是用单片 Orin-X， 按算力来说就是接近300个 TOPS， 所以就叫做 D-Pilot 300。但现在呢就统一称为天神 GMB 了，所以看来天神 GMB 实际上里面还是有区分的，不管是它的硬件也好，软件也好，里面其实还是有区分。但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比亚迪之前它不是像魏小李这样子是研发了一个全部车系共用的自驾系统，然后放在各台车上面，而是它是一直在每一台车上面可能都会把它当时最好的自驾方案给装上去。那所以不同时代，也不能说时代，不同时间出来的车可能真的有点不一样。好，我们先回到路上经常看我们一镜到底测自驾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要说什么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大概要说一下左上角的4个数字。对，趁着这一段前方是因为有个拐右的小路口的，但是它有点太早过来了，所以就是对，他要跟着这个电动车，但电动车现在让不让开呢？电动车是不让开了它会绕行了。这个绕行不错哦，这个绕行。但是他刚才为什么变了过去又变了回来？因为他要向右变道嘛，提早嘛，所以这个就有时候大家会发现自驾系统有些变道好像不可理喻但你想想，一般它会有个规则，就是提前，比如说向右拐的时候，提前500米、700米就会开始发行这个向右变道的。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3号路口是一个右拐进小路的。这个电动车出来但没有影响看看这个对向的电动车它会
对，要摸一下，因为这个是电容方向盘所以要偶尔要摸一下这里。好，马上又90度的右拐进来，哎，但今天挺丝滑，今天也没有车，主要是没车，对，这个有点快，但就真的像刚才那一下的表现就很像一个老司机啊，很果断的，很丝滑的。好，然后这里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小隧道，光线强烈的变化，但没有影响到它的驾驶。这里它会减速的哦，那就挺好啊，减速就挺好啊。然后这个窄路今天没有鬼探头就很好。好，昨天他的大哥 Z9 呢是没能通过前面这个闸机啊，看一下，但是因为前面有台那个日产在干扰它，所以有可能这个闸机它是不能正确识别的加速了，看到闸机对，他看不到闸机，所以这里我就介入了，就产生了一个安全接管，大家可以看到左上方好，但这个是正常的，因为这个闸机真的对于目前的自驾系统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难点。好，这个有点踩了左边车道幸亏左边也够宽，对，它是绕那个车，但是其实刚才我的车道是够宽的。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它现在在一个村庄里面的虽然说村庄小路，但其实这段路还是比较好走的，划线清晰，对，划线清晰，就只不过这个弯的角度大一点而已了，所以对于天成之眼 B 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觉得能走这一段就已经是一个在市区里面可以用的自驾系统了。好，这个也得充，还是跟这个必须充的。对，没办法这个没办法。好，我们就提前启动看一下这个 T 字路口这个路口其实也挺难的，因为没有交通灯的保护。你看右手边就有一个本田过来了这应该是个皓影。其实还好还好，它的车速控制的刚刚好，就不用刹车。好，前面他又提醒有施工好像比亚迪这个天成之眼对于施工的这些临时施工的识别还挺准的，每一次它都能提前提醒。好，刚才那个其实有点窄的，但是它很快就通过了，这个表现真的不错。好，这一段路它也是毫不犹豫一说完就有点犹豫了，因为左边对有个电动车切入了这个小哥就但为什么就那么被吓了一跳之后就突然变得很小心受伤了脆弱的心灵受伤了要给他点时间恢复现在前面都没有车了，还不赶快走。好，我们就来到下一个路口是一个向右拐的路口。这个右边倒没有什么东西冲出来，主要就是有临停的车会干扰，但是左边呢，哇，现在几个美女带着她的小孩过马路了她让行了礼让行人非常好。虽然这个斑马线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他看到斑马线。然后我们这里就会马上这里拐左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整个测试路段的一段比较正常的城区道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路段是13公里长，那有30个要考察的路口的。那这13公里的路里面呢，会有一部分是大家刚才看到的难度比较高的，有一点点高的路，然后当然也会有一部分是接近我们正常的市区的道路，比如说前方我们马上要进入的这一段就是划线清晰然后道路是笔直的，车道又多又宽就是非常好的道路。那所以从这些不同的路况上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看到一个自驾系统它的表现会怎么样刚才那些小路主要是看它的上限的，就看它就一些不常规的路线它的处理能力怎么样，然后这一段路呢就看一下它的正常的表现，或者说它应该的表现。就好像我们考试的时候有些题是必答题，有些是选做题嘛。那刚才的小路是选做题，这个就必答题了。看一下 N7 的这个天成之眼 B 在这个必答题做的怎么样刚才这个左拐路口无可挑剔了，路线选择跟动作跟速度控制各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加速也很平顺。好，前面有一个红灯了，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停红灯的这个制动的速度很好，它慢慢的停下来了昨天那个 Z9 的片子出来有些
因为当时我在拍那个车的时候没有太注意，所以有些朋友就可能会提出问题。就第一个说，我昨天那个为什么老是那个方向盘提醒接管？因为腾势它用的是电容方向盘，而且它这个电容感应器应该是在39点这个方向啊，所以我一般支架的时候开支架放在这里的时候它感应不了。而且因为腾势或者说整个比亚迪系他们会把 SR 的界面放在仪表这里，所以为了拍这个界面呢，我在这里架了一个小摄像机，它就挡住我看仪表了。所以现在如果仪表弹出来那个方向盘的提示啊，我是看不到的。包括现在 SR 界面的那些信息，其实我也看不大清楚的。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不是故意不接管，是真的看不到。好，这边它有一个我们要向右变道了，所以它就选择了右边的车道。好，前方有一个电动车在那里啊，它识别出来了，他在看风景，他想穿过去。那不要学啊。好，这边我们就向右转到另一条路上面了。然后这边向右的话呢，就是有那个绿化的隔离带，会对智驾系统产生一点干扰。看一看的啊。好了 ，N7 就是被干扰到了。但是但还好，它的反应还算快。其实还可以，还算快，不会怼住那个东西。对，但当然这一段比较好的表现就是选择路线一开始就选择到我们这3条车道上面，但是明显就它对这种右前方的路线的判断啊是有点滞后，就不是那么超前，所以它会怼到那个隔离带跟前再做反应，但它的反应还算快。但是刚刚那种场景就会有像志豪说的那种羞耻感。对，就是外边的人一看这个人在干什么？对，就是如果后面有个人跟着我的，N7 没有提醒我要接管哦，难道他可以自己掉头？真的跟 C9 不一样哦！哇，这是 N7 哦，这是弟弟哦，所以有时候就是事实大于雄辩啊，就可能有些人说都是比亚迪的，都是腾势的，都是同一班工程师搞出来的，都叫天神之眼 B， 那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测试一下是真的不一样哦。刚才那个掉头就真的不是环境干扰了，因为C9 是它会提前就会说我要退出的，但 N7 刚才从头到尾都没有。厉害。好，包括这个途经点它也没有受到干扰很好但是这个路线选择就不对了。现在我们是走在这个，当然其实他发现了，挺好刚想批评他，不给位置我批评包括这里也是，他也没有犯那个错误他是不是在监听你在讲什么？但是这台车上一次 OTA 肯定是在至少2个月之前的，所以肯定不是最近更新的。这个真的有惊喜，我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路上这是一个没有交通灯的路口，但是有斑马线可能他判断那个行人有点远，就不让他了，赶快通过了。然后接下来是又是一个红灯了。好，是不是有点没平复下来，有点震惊？对，真的有点震惊因为它首先车型定位、价格这些都要比 C9 GT 要低，然后它的前方的视觉感知是比 C9 GT 又少了一个摄像头。对啊，虽然说会不会是软件逻辑，或者是因为那个是软件，肯定是软件。肯定是有软件，但是就没料到在 N7 上面的软件是，难道这个版本真的是新一点？但看刚才那个版本号的日期其实也就差了10天左右。神奇，有点意思大家现在有什么感觉可以打在公屏上面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做一镜到底测支架就是你不测是不知道的大家如果没有关注我们智能车研究所的账号，赶快关注起来。然后我们是要把主流车型基本上都测一个遍，然后他们有版本变化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再跑一次然后这条路线呢，
我们正在想要不要给它改个名字啊。大家如果有什么灵感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面告诉我啊。就如果你的给这个路线改个名字，我们是采用的话呢，我会送你一点东西的送点心意，意思。好，先看一下这个路口啊，是一个没有交通灯保护的比较复杂的路口。好，左边有个车，那个声导响出来了，他让我了，他让我就，然后 N7 就很果断的过去了。哇，这个动作都挺好哦。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它的整个动作加速度什么的都很对哦，比较舒服的都是。对哦，而且就相对来讲，它整体的速度不会特别快，但是也不吓人。对，它就不会有那种突然刹车、突然加速。对，蛮舒服的。好，现在我们右手边呢会有一些电动车，这个距离其实还好，所以 N7 也是毫不犹豫的就通过了。好，这一段路呢就是经过了我们第2个途经点啊，然后前方就会又进入到一段高难度的路线啊。这里要说一下，因为我们要跑完这一段路线呢是要设置4个途经点的，但是腾势的这个车机，这个 D-Link 车机啊，不单是腾势啊，包括仰望也好啊，比亚迪也好啊，就是所有就比亚迪旗下品牌都好，它只能设3个途经点。所以待会儿我会在下一个点的时候，我会停下来去增加一个终点，那所以到时候那个呢就不算进去接管里面的。顺便趁现在停车，继续解释一下我左上方这4个数字，上面2个呢是叫做共价，一个是效率共价，一个是效率接管。这2个呢其实更多是环境因素影响的，跟自驾系统的性能水平没有太大关系。就是有时候因为路很窄啊，我们要照例通行啊，或者说是自驾系统它判断有点风险，它就会很慢，甚至停下来。那这个时候呢，第1档就是意味着我会踩油门去告诉自驾系统前面是可以过的，我们就一起过去吧。第2档呢，就是我会控制方向甚至把它接管过来，因为如果我不接管的话，就会跟对向来车可能会顶死的，就会影响到别人。我们不提倡使用自驾系统追求零接管，从而影响交通效率、通行效率，我们不提倡这个，所以我们自己也不会这样做。好，这里先看一下这个小环岛有2个阿姨它环岛的路线选择也非常好哦，没有犯昨天 Z9 的那个错误哦，选择了正确的路线。然后这里进去有没有他就错了，这里还是出现了一个第3档的不按导航走了，我们是要走这边的。喂，如果你让他走了，他会不会跑到那条路上面去？但是你看我们会啊，他刚才就是想进去那里啊，就是他的自驾系统是可能他判断了那个路口才是我们想走的路，所以他就很果断的绕到那边去了。他会不会围着环岛又转一圈？那不大可能，不大可能。我们再次启动自驾。好，前方呢就会出现一个交替通行了。我看一下我要不要干预啊？我看来我是要的，我要让他了。对，因为他刚才是想顶过去了已经。现在自驾系统还不能判断这种当然我们看到好像特斯拉最新的那个 13.2 的一个新版本好像是有这种趋势了，然后包括小鹏说他们在测试的一个版本也会学会了这种就跟对向来车交替通行的时候的博弈但至少现在能上路的我们能开到的车还没有这个功能。那所以呢我刚才还是去效率共价了一下我去帮他通过了，否则我刚才跟对面的车就顶死了。好，现在我已经启动了，挺好，我那么窄的路它其实它没有完全停下来他不会说停下来让对方过，他还是慢慢的溜过去。好，这一个又是一个挑战了可以可以可以那刚才这个分岔路口有很多车会走错的，包括他的大哥 Z9但是他就我这样好像不好老是说他大哥不好不拉踩了不说了。好，回到路上，这一段是一个工程的临时改道所以在导航上面是一个蓝色的路线但是它很丝滑这个动作天哪真的厉害，真的厉害。那不跟 Z9 比，跟仰望呢？其实仰望跟 Z9 就是基本一样的表现是吧？它比仰望都还要好。这真的是没想到啦！这里又是一个这个大车，可以的。这个即将退出是因为我本来的终点是设在了云山房这里。好，我们先不管它，先看它能不能自主的过一段。对，这有点快，但因为今天对向没车，所以有时候也不是说没车就是好的。如果有车，你看有车它的速度慢下来的时候呢，它其实会更好了。这个
这个路口，这个路线选择不是太好，但是因为没车，我就不管它了。还行。最理想的话，刚才那个路口应该是靠右的，给点观察的空间给我。好，这里我们就到了那个我们的终点了。然后这里我前方找个地方把，你先退出。对，我先退出。这个退出就不算进去了，因为这里我是要重新设一个导航的终点啊，就这个路口，在这里稍微的停一下。就哎呀，阿三设这个声音真是跟他一样。退出咗係咪？退出。你語音叫佢嘛？有叫佢。哦，对啊，可以语音啊。你好，同事。你好，同事。爸爸，爸爸。导航去大家车轮总部。只找到一个。是的。是这个吗？是这个。好的，爸爸。老，这台车是李立山的。怎么？这种那么羞耻的名字，只有他能够设出来。设置出来。好吧，好，启动支架，继续把舞台继续交给 N7。好，继续说我们左上角的4个刚才第3个已经出现了一个不按导航走了，然后那个其实还有一个降级的，就是有些路段那些支架系统它就会提前就会投降，那也算到那个，因为这一级就真的跟支架系统的能力有关系了。然后最下面一个就是安全接管，刚才也出现了一个，就是他没有提前意识到需要我接管的状况。哇，这个博弈怎么搞呢？他也让，谢谢啊，他让我了，好，正常啊，我们应该让执行的。对，其实我们应该让执行的。好，这个左拐的小路口，他能不能拐过去呢？他會直衝的。你有佢猶豫下，你睇。佢冇辦法，呢度已經打唔過去啦，佢要倒車噶啦。嗱，起步了，他擺爛了，他擺爛了，他要撞牆去了是嗎？他擺爛了。你看他會怎麼樣嗎？他不會怎麼樣的了，因為他現在還在動嘛，你隨時接管就行了。他動是因為他生成的軌跡了，他還是生成了一個左拐的軌跡嘛，但這裡已經不可能左拐了。到了接了，這個我要接了。对，这个就是一个不按导航走。昨天那个好像也是这样的。是，也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从上到下，从仰望，从天神之眼 A 到天神之眼 B 的2个车型，很统一，都很统一。这个表现很稳定，很天神之眼，很稳定，很稳定。很多定。够了。好，然后又要拉踩了，我不要拉踩了，大家自己看吧，我不说9的那个表现了，我们就说 N7吧。好，又再次激活了城市领航。哇，前面有点压力，我这个推土机会不会收呢？喂！它能拐过来，但这个真的太快了，真的太快了，有点 hard。对，所以它应该是没有判断出来前方这里是一个断头路。又靠那么右干什么？看看它。这个靠右倒是合理的，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他很多情况都是到了跟前才做决定，有时候咯。对，他那个预判的距离，还是不够长，不够远。对，如果预判的距离远一点的话，其实我作为驾驶者的就安心感会高一点。对，而且那种羞耻感也会低一点。对，我们觉得啊，现在判断支架系统可以就除了它的能力这些客观的维度之外，可以加一个主观的就羞耻感，就是我作为这台车的车主，他做这个能力的时候，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面子怎么办啊？你看这个就很老司机了，这个非常好了。对啊，一个拐又回到最右边车道，然后再出去外面车道，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就真的是驾校教练级的表现了，这个很好。对，就如果他有时候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那我就觉得，就外面的人怎么看我？比如开着点一下刹车，对。好，这又是一个红灯现在我们就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一段测试路线最难的部分了，我们就回到马上要进入一段城市快速路。那城市快速路其实是第一个级别的支架系统都可以处理的当然这个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常用的场景，因为只要大家你
要不通勤的距离长一点，就比如说像我是住在广州海珠区的海珠区的西面呢，然后我要去番禺区的最东面上班，所以我每天我要走大量的这种快速路的，所以这个高快的这个路况对我来说，这种功能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或者说你经常跑高速的时候也很有用。那所以我们会在市郊路段里面，没有，这个是导航的问题但切换的还挺快。对，所以我们还是会在这个路线里面加入这一段，就看一下它在高快路段的表现。这个就是西眼都可以做得很好了。对，这个就是天神之眼系也能做得很好的。好的。看一下，其实，在高快上面啊，只要它不去做那些画龙啊、那些古灵精怪的动作，就已经是不错了。然后，如果它能够提前绕行。这个就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前方有慢车还是他绕开了洒水车。不是，他刚才有个文字提示是什么？超车，他说即将向左超车。那挺好。对啊，他绕开那个洒水车，不要喷脏你的车嘛。有冇咁智能啊？你不要给他加 C 哦。我觉得他如果刚才是识别到那个大货车提前向左变道，已经是非常棒了。这一段就没什么好讲的啦，就很稳定的。对，很稳定啊。所以，但这一段就是看会不会有扣分嘛。这就像我们考试的那些基础题，你如果扣分的话，哪怕你加分题、附加题做得好，老师也会怀疑你是不是作弊的。当然，自驾系统就不会作弊啦。好，前方呢，我们再过了一个隧道就会离开这一段快速路的啦。这里今天是没有慢车了，所以也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动作。反正这个车道保持做得很好对比天神之眼 C、天神之眼 B 的这种车道的跟车道能力是更强的。天神之眼 C 我上回试的时候呢，它会有一点点修正，所以我在那个视频里面有些朋友就说那台奇鸟 DMI 是不是在画龙啊？其实那个倒不算是画龙，画龙是我们以前看那种最早的车道保持，它会在车道的两边这样打乒乓球那样子。对了，那种才叫画龙。或者说有些自驾系统它的高快自驾呢是无端端，比如说现在4个车道，它平白无故它会突然在这里变道的，这种我们叫它画龙。那在一个车道里面稍微修正方向，这个倒不是，不过确实能看出来，就是C 的这个车道保持能力是比 B 要差点。你看 B 这个车道走得很笔直的，方向盘是不动的，但那个 C 就会有一点点在修正。你看就是，对，但那个修正其实体感上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坐在旁边的人是没有感觉的， feel 不到是吧？对，旁边的人 feel， 因为我那天在深圳市的时候，有一段是我开的，然后后面那一段我是坐在后排的，坐在后排其实完全感觉不到，但自己开的时候，因为那方向盘会在你前面它摆动嘛，其实我是知道的，但那个问题不大而已。好，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快速路的路段，刚才这一段表现都很完美啊，没问题啊。然后这里就是一个拐左了，拐左这个地方呢，就看一下它路线的选择，看一下它路线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没有画那个左向的带转，其实有画左向的带转区，但那个带转区的划线呢是直的，就不是像那种正常的这样一个弯的带转区。所以如果它会被路面的那些线干扰的话，那它走的那个线路就会90度过去。但如果它拟人一点的话呢，那它应该是不管那个地面的线路，直接一个弧形过去，就舒服一点。好，马上要起步了。哇 ，N7 真的是有惊喜，没想到哦。还有一个我想说，就是腾势啊，现在整个比亚迪它的也不是全部车型，大部分车型它的支架是用这个拨片来启动的，两边。然后天神之眼 C 呢，可能是为了省成本，它是只保留一片。但我不确定以后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上回也问过他们工程师看一下这个路线啊，他没有管地上那个，很好，很好，他用了一个最拟人的方法。作为乘客还是蛮舒服的。对，作为乘客，刚才如果我不说，可能你都不知道是他在开。我觉得
坐在旁边，如果我坐在旁边，我也判断不出来刚才那个动作，真的很像人。对，我上回也问过比亚迪的工程师，我说为什么你这个支架的拨片要做2片？然后他说也没有什么理由，就觉得对称好看点。然后在天神之眼 C 的车型上面呢，对，起鸟就只有1片了，只有左手边了。要选装，不能选装。但你确实，从理性上来说是没有必要做2片的。是的。但是我觉得做2片也有一个好处啊，因为大家握方向盘的时候呢，有人喜欢单手的时候，有人喜欢右手单手，有人喜欢左手单手。然后呢，开支架，其实启动支架的那个按键放在哪里，我觉得是无所谓的，因为启动支架的时候你都不急的，你可以慢慢去启动。但是有时候呢，你会开着开的想取消支架自己来开，那这个时候呢，有2个方法，一个方法是点一下刹车。但如果点一下刹车的话，你的车身的动态就会受到干扰，就乘客可能会感觉到不到舒服啊，然后驾驶者就会可能有那种羞耻感了，就是为什么你开着开着平白无故要点一下刹车？所以呢，更多的时候呢，我会选择就是用手可以控制的方法取消支架。但如果是按键的话呢，那有可能它在打方向的时候你要找那个按键，就比如说，其实这个支架键也可以启动的。比亚迪真的很多冗余哦。但是我觉得那个拨片是为了处理一个就是可以以免你误触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对，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因为有些车型是拨杆的啊，其实我开很多车型用拨杆取消支架的时候呢，到问题也不大。但是有一种状况我是遇到过2、3次的，就是低速的时候。对，低速的时候，因为有时候路面的状况比较混乱啊，我是踩了一下刹车，然后就本来想用手来取消支架，但是因为看到突然有个电动车过来了，然后脚就很潜意识的踩一下刹车，然后手又拨一下，就突然瞬间变成倒档了。我是试过的，手比脑快。对，就手比脑快，就一下子。所以用这个拨片就绝对不会出现这种误操作了，因为它就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取消支架。好，刚才这个路口都很顺的，完全没有问题了。然后前方这些不可能出现问题的，看到自己的表现。但最后我们第30号路口也是一个掉头位啊，可以再验证一下，看看N7 的这一个天神之眼 B 是不是真的这个绕行很好。但是它还是到了跟前再出，还行吧，就是它的预判的动作比我心里面想的确实慢了一点。但也没有慢到说去到跟前再做动作。好，反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掉头啊。以前的那种就是会冲到面前来一个急刹，对，然后开始对，就先刹下来，再想后面的事情。好，但这个掉头的速度有点慢，是不是因为那个电动车的唔爭得嘅，永遠都係咁嘅。就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啊！被后面的小弟吓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下逼一下呢？顺便看一下这个路口它能不能拐过去，试一下，启动支架啊，自适应啊，自适应哦，没有那个已经不行了，已经不行了，算了。但这个今天因为这台车停得不好，确实也不大可能拐过来。好，但已经很不错了，是哦，已经很不错了哦。其实昨天我们拿这条 GT 呢，是因为就某高管他在阴阳比亚迪的自驾系统，所以我们就想用这条 GT 就给天神之眼去证明一下自己，但好像不大能。对，但这台 N7 是可以哦。所以各位比亚迪的粉丝、比亚迪朋友就如果你身边再有朋友去 diss 比亚迪的天神之眼不行，你就丢 N7 这条给他看一下。谁说不行？这表现好得很，真的。刚才那个表现在我们测过的车里面真的相当靠前啊。好，我们最后再给他一个加餐就是自动泊车。自动泊车这块其实比亚迪做得很好了。这个倒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反正来都来了就试一下嘛。好，现在这个车位但是有一点我不大喜欢就是你看，现在它不能心领神会的给我打开一个泊车的点是吧？对，它要不是这个是导航的，要不呢是方向盘，方向盘也没有，就要点这里，哇，这个掣咧點睇唔到，點一下這裡，請踩住剎車。
点击开始泊入，对，开始播入。泊车开始，请注意周边环境。这个我觉得比亚迪的工程师可以优化一下，就他的动作真的有点老人家的感觉，为什么？好斯文啊！哎，我这么说吧，好斯文啊！而且要按一下键来激活自动泊车，就在现在来说，你作为一个高端品牌已经不大够。他有他的想法，你看他一把倒进来就很好嘛。对，也有可能。但是我当然会更喜欢像小米那种小米那种，就只要你到了停车场，车速低下来，哎，这个跟他大哥一样，对，就是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开那个360出来，买方向盘啊，方向盘哦，这里360，对，你看现在我们的车头还凸了很多，当然因为后面看一下后面其实一卷，确实是有这个草的干扰，但也太它自己都还有检测到还有80厘米，这里我觉得至少顶到这里了，对啊，这样子我车头基本上进来了嘛。好了，好，腾势 N7 的已经到了测试架，就测到这里了。大家觉得它的表现啊，可以打个几分呢？啊，当然测试不易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键3连啊，点个关注啊，然后下回你想看什么车的自驾的测试，也可以告诉我，我尽快给大家安排。留言，对，尽快给大家安排。那先这样了，拜拜。